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呀！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兽屋于本月出货的阿尔卡纳迪亚系列新作《龙娘吉一》，官方定价为10780日元含税。作为目前系列产品里体型最小的一款，除了超大尺寸的天使之外呢，它和之前的蛇娘是第二贵的。那么这次吉一的峰会呢，虽然还是非常的可爱啊，但是整体的精致程度呢，我个人感觉相比以往的产品来说，还是稍微有一些逊色的。那么盒子两侧的内容呢，依旧是老样子啊，主要还是官图展示、宿主展示以及玉涂装表情的展示。这次是一共附带了5张玉涂装脸，分别是普通微笑脸、笑脸、星星眼脸、哭脸以及一张生气脸。那么其中这个生气脸的嘴部呢，可以替换成一个带3毫米接口的版本，用来搭配它的特效键，实现一个嘴里喷火的效果。那么说明书的部分呢，还是请各位自行暂停观看。这里也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一次吉一在拼装的过程中呢，有不少需要分清朝向或者是正反面的零件啊，一定要看清楚再拼装，不然拼到某一步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前面有一个地方装反了，很可能就要把前面装好的部分啊全部拆了重装啊。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啊。来看本体，那么吉一放在阿尔卡纳迪亚乃至兽屋主打的几个机娘系列里，都是目前体型最小的一个角色，没有之一啊。那么它的设计方向呢，是2次元中非常常见的一个幼态拟人的路线啊，而且兽屋这次对这一个小孩体型的一个塑造可以说是非常的不错啦。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小孩体型上经常会出现的一个大头的问题呢，在吉一这里还是恰到好处的啊。在搭配上它这一个对任何事物都充满好奇心的一个元气的性格设定啊，那么只能说真的放2次元里这种角色真的是百看不厌啊，真的太可爱了啊。整体的配色呢是采用了一个深紫色与黑色啊，那么这也是西方龙题材中呢比较常见的一种经典的配色啊。然后它的巨大的袖子呢则是更进一步的衬托出了它的娇小与可爱。那么同时呢，这一个浅粉色的头发呢，也是更进一步的反映出了她作为龙娘的一个少女的这么一个感觉。在普通模式下，吉一最具存在感的设计，毫无疑问就是它的尾巴了。整条尾巴在模型上的呈现非常的真实，柔软但外层却覆盖着这种坚硬甲壳的感觉呢，被很好的做了出来啊。这一次尾巴所采用的结构呢，基本不会出现像蛇娘那样一插进去就开裂的情况啊。蛇娘那个确实有点太离谱了。然后就是这一次的这一个尾巴呢，它本身是有一定自重的，所以如果你想把尾巴翘起来摆造型的话，那么还是得借助支架的。但是如果自然的放下的话呢，那么这条尾巴本身也是可以当做支架来使用的。对了，这次还附带了5种不同的呆毛啊，可以供你自由的替换啊。另外呢，我在推特上是看到有人就是把这个问号形状的呆毛呢，直接把这个吉给挂起来了，非常有意思啊。另外这一次阿尔卡纳迪亚的设计师终于想到给这个戒指增加一个固定的装位了，让它可以稳定的装在这个角色的身上。那么看过大天使那一期的朋友应该知道，
我对阿尔卡纳迪亚的这个戒指啊，以往的产品呢一直不能固定在角色身上这一点的设计，我是非常的不满的。我知道有人肯定会说啊，这个戒指在设定里面就是拿来当做契约戒指使用的，但是我想说的是呢，作为一个玩具的配件，它应该是要作用在产品本身，发挥它的功能性，这才是一个好配件，而不是说让它去作用在产品本之外的地方啊。除非说我戴上这个戒指之后，这个角色真的能活过来，那我没有意见啊。如果只是因为设定如此就要去纵容他这样的设计，那我真的觉得这样的人挺蠢的，好吧？啊，而且呢，应该也不会真的有人一直把这玩意戴在手上吧？不过话又说回来啊，这一次的这个解决方案，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通过一个带插孔的透明件，把戒指套住之后，给它固定在尾巴上。如果你哪一天想戴了，也可以直接拆下来嘛，对吧？把这个透明件取出来再戴。这早这么设计不就好了嘛？啊，至于以后还会不会有这样设计，我就不好说了。那么最新的人鸟的话，则是把这个戒指做成了腿环啊。虽然人鸟的造型呢，我不是特别喜欢啊，但是它的这个思路本身，我还是觉得非常不错的。那么进入武装形态之后呢，极一会从原本幼小的这么一个小龙的样子啊，转变成一个具有压迫感的一个战斗形态。那么最直观的变化呢，就是它背后有这么一个超大的大型翼状的一个武装啊，体积呢是远超极一本体的。展开之后呢，几乎是完全改变了极一的这么一个轮廓啊，让它原本一个娇小的身形呢，被这一个巨大的结构呢所包围啊。那么视觉的重心呢，也就是转移到了它的这一个背部啊。而且这一套武装呢，它不单单是翅膀啊，它可以展开变成这种龙爪的样子啊。那么让这个极一直接从这个黑魂的半龙妹直接变成 DLC 的黑龙啊。同时呢，极一的这个服装呢，也是变成了一个更加方便它活动的这么一个样子啊。那么整体的形象呢更加干练啊，也变得更符合它这一个武装形态下所需要的这一个战斗需求啊。另外呢，这一次也是附带了2种特效件啊，一个是嘴炮特效件，那么另一个呢，则是它的手部的特效件啊。这个特效件的效果呢，我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啊，它这个发色也是非常的不错啊，特别是这个手啊，真的特别的帅啊。那么虽然极一非常的可爱啊，但接下来我们还是要来说一下缺点啊。那么首当其冲呢，就是拼装体验这一块啊，可以说是相当的折磨了啊，需要反复确认朝向的零件呢很多，再加上它这一个尾巴和武装的部分那种极致的重复作业啊，那么整体的这个拼装呢，真的是极致的享受，真的太爽了啊。其次就是它的这个连接的稳定性啊，这个尾巴的第一节与本体的连接在把玩的过程中呢，非常容易脱落啊。然后普通模式下呢，这个翅膀的连接件呢，也是相当的容易脱出，在把玩的过程中呢，相当的折磨人。另外呢，这一次大臂的球关和脚踝的这一个紧实度是相当之高啊，紧到我需要特别摁住去掰才行啊。所以我建议呢，还是适当的打磨一下会比较好。然后就是这一次最具重量级的就是这个武装模式。真的不是我不想多摆几个 pose 来当视频的素材啊，而是这个武装模式的把玩真的是太重量级了。首先就是它整体就非常的扎手，应该是我玩过最扎手的一款兽屋机娘了。装上武装之后呢，对可动的干涉也非常的大，再加上极一它本身体型不大，装上武装之后呢，它的操作空间有限。武装模式下想摆一个 pose， 就是反复调整到我红温。然后它这一个大翅膀的这个爪子部分，虽然使用的球关不算特别松，但就是容易掉出来啊。再加上它本来就爱掉的这个尾巴，还有它这些没有我这个关节我没有去打磨啊，我操，这个体验真的绝了，是终极极致的体验啊。可能我这么说各位还不太感受得到啊，买回去自己体验一下就明白了，真的太重量级了。然后是可动其实还行啊。普通模式下呢，因为这个衣服造型的限制呢，抬腿的幅度不是特别高。但到了这个武装模式呢，那就还是阿尔卡纳迪亚一贯的那个巨大干涉的风格啊，这不想多说什么。虽然它这一个武装的这一个大翅膀，它的可动是足够的去给你做避让，但是因为它的那个关节比较紧，然后你在掰的时候呢，它的那个爪子其实是比较容易爱掉的，所以玩起来就非常的折磨啊。
另外补色，那么这一次吉所需要处理的地方不是特别多啊，具体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个图片啊。然后宿主状态下呢，如果愿意把这一个屎一样的成型筋补一下的话呢，整体观感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啊。好的，那么这就是这一次吉大致的内容了。单论造型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它是兽屋到目前为止最可爱的吉娘，没有之一啊。我个人觉得它的可爱程度基本上是把普尼摩夫给踩在脚下的这么一个级别，但是从把玩的体验上来说呢，确实是烂到极致啊。我个人一直觉得阿尔卡纳迪亚的这一整个系列都是很偏花瓶的啊，就观赏性、造型其实都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实际的把玩手感呢非常不友好啊。再加上它这一款本身定价也不是很低的情况下，如果是原价的话，我个人建议呢还是慎重考虑一下吧啊。要是有好价的话呢，买来玩一玩其实还是不错的。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啊！这一段是我在录完素材之后补录的一段啊。这个兽屋的产品啊，每次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容易掉件的情况啊，但是能像这一次的吉一样这么爱掉的东西，说实话我是真没玩到过几个啊。吉的后面这个翅膀后面的这个大爪子，还有它尾巴的第一段和倒数第3段，武装模式下的裙摆，武装模式下的它的马尾辫，在我玩的途中不是一会儿把这个碰掉了，就是把那个碰掉了，真你。还有就是普通模式下这个连接翅膀和支架的部分，我真的为了把支架插进去它都会掉，你知道吗？你们兽屋什么时候能做出一款把玩途中不会掉的东西啊？我真的气死了，我操！就这个东西我真的，我建议各位就是不要上武装，然后就是把那个背后那个该死插支架的东西拿个什么东西给它固定死，我真的服了。